大家有生之年还是可以来一下，必须来，请把它列在你的人生必完成清单中，必须的，真的值得，值得，值得。来到我人生的梦想之地，人生的梦想，人生的必须要完成的事项之类。大家好，到此，今天是我们去北欧旅程的第2集哦。那这一集呢，我们去的地方是法罗群岛。我忘记在什么时候就第一次看到法罗群岛的照片，然后那时候甚至还想说，这真的是在地球上拍的吗？那蛮久之前了，然后才发现它是在冰岛南方的另外一个小岛。那当时最早。10几年前看到资讯呢，就是还是有些人是搭船去的，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这辈子不会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后来才知道，主要其实当然搭飞机也是可以到得了的。近年因为 YouTube 影片的盛行哦，其实有很多以前我们不太熟悉的旅行的场地呢，现在都变得好像其实你只要花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所以法罗群岛突然就从好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变成一个可以真的去走一趟的。所以法罗群岛呢，就再一次的被放到我的心中，觉得好像就是这一趟了。所以我们去完了罗弗敦群岛之后呢，就紧接着转机去了法罗群岛。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慢慢的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飞机真的离山非常非常近，超级近，有点像去马祖的感觉。如果你有飞过南竿的话呢，感觉要撞上那个岛了，极度接近岛的情况下呢，就降落在了法罗群岛。法罗群岛是有非常多个碎片化的岛屿去组成的，都非常长条形，那彼此之间呢都有桥梁跟海底隧道做连接，当然有些没有。这边的话呢，因为我太大意了，然后我想说我漫游用那个欧洲全部的漫游，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连冰岛都有，法罗肯定有嘛？没有，就算丹麦有，这边也没有，它明明就是丹麦的国土，为什么？不是，重点是冰岛有，为什么这边没有？那所以呢，在那个机场的游客中心，它有一个 information， 直接可以买到这边的 SIM 卡现在是2025年，它是7G， 那价格呢是179克朗，所以推荐就是，如果你今天也是跟我一样，欧洲跑很多地方，然后呢有一趟来法罗，那你用漫游或者用其他异性来的这边没有网络的话，直接不用想了，机场直接买一张就搞定。固然就是可以参考徐老师的 CM Link， 然后这次我是买15天，然后每天是1G 的扣打。我看它下面的评价就是法罗是有的，实际上我们来到这了以后也确实有的。你们要听多少钱吗？说看。650。哇塞，15天！我这租车公司是62度 N， 应该是在地的租车公司。这边的租车公司的价格呢，都是惊人的贵，加上税加上保险，大概1天1万块跑不掉。哇！就以租车来说是极贵。我们还没加油，不知道加油钱要多少。1万块租到的是 Raffle。对所以如果你要租车的话，记得，然后那个预算上面留一点给租车，还是留多一点，多留一点给租车。今天呢，一样跟大家分享几个在法罗群岛上呢，我觉得蛮值得一逛的地方。那因为法罗群岛其实很大，所以我挑几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跟大家聊聊。在托斯港大部分的住宿都比较偏饭店类型的。那我想说找一个好拍照的地方所以在附近呢就找到一个就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找了一个一样是。我本来想说湖畔边但它其实是海它甚至有个自己的码头，甚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们自己的船，我们的船，在那边拍照很美介绍一下我们在法罗群岛这几天住的地方。在住的地方，我是建议你不要这么大力踏上来，小力一点。你刚上来整个都在摇晃了，有点晃了。这个是某一个峡湾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现在还不太熟。看起来超级高级。
那我们这一趟呢就很简单，都是以开车可以抵达的为主。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3个呢，我觉得去法罗群岛呢蛮值得可以去逛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叫 Sexton 的教堂，那它在主要托斯港那个岛呢的最北边，然后开车进去呢，其实有一小段路，但还 OK， 路途不会太难走，只是快要到 Sexton 那个教堂的地方呢，路会比较小条一点哦，但你只要好好跟大家会车是没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今天来我们法罗群岛抵达的第一个景点，第一个景点萨孙。萨尊。玉涵是这么念的，可以看到那个山壁的瀑布很漂亮。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长草的路德教会，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它旁边还有一个步道，可以一路走到那边海边，那整个山谷连通到海边，超级漂亮，应该是很厉害的。但是那个步道看起来相当长，我们就不走了。好，我们就负责拍一些比较近的东西给大家看。那推荐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一定要走那步道。然后我说稍微绕去路德教会拍个奖照给大家看一下。好，Let's go。那我觉得最漂亮是你从那个教堂往下看，如果刚好光线是从西边过来的话呢，就有比较接近夕阳时间呢，会打亮那个下面那个沙滩，我觉得很漂亮。其实，在机场的前后有2个点，我觉得都还蛮值得推荐的。一个是可以看海上悬湖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进来呢，一个人要收那个 hiking fee 200克拉，走进来1个小时，走出去1个小时，代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但是呢，必须来，非常的美。没有钱。如果你来法罗没有来这个地方的话，你白来了。我刚才问悬壶的悬是哪个悬？这你跟我说是很悬的悬，确实很悬吧？确实蛮悬的，悬着还是很悬，都挺悬的。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法罗目前为止还是老话，20其实够，16呢可以拍到更广没有错。但我自己好像更喜欢20一点，让大家当做一个参考。也毕竟来这么远的地方，大家应该很纠结那个镜头配置。没错。还有另外一个瀑布呢，也是非常有名的瀑布哦，就是 M 开头那个瀑布，一样是开车要穿过一个很窄的隧道，就瀑布边哦，它一样是开一个小门，然后不用付钱，走那条小步道找到瀑布边，然后在瀑布那个地方也是，你稍微往前走一点，转头应该就可以看到网络上常看到那个角度。这个就是那个瀑布吗？玉涵，这个瀑布怎么念？我没有看诶。现在赶快看，我们先讲恶补一下。瀑布的英文叫 waterfall。穆勒夫舍。OK， 米勒夫舍。古挪威语怎么念？谁知道啊？米拉扶手之类的。瀑布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观景台，然后呢，从那边可以走进来300公尺，蛮漂亮的，很壮观哎。就是这个瀑布搭的那个小镇，配着后面的山壁，哇哦，你就没有更好的形容词了吗 ？Nice 啊，很漂亮。我们来看看什么焦段拍最好。带16值不值得？是不是要带16？看起来是不用。你怎么这样子？我感觉24差不多。16不错，但20应该够。这一趟旅游，我发现2070特别好用2070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用的胶带。我是不是在2070出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2070就是我那一年最推荐的一颗镜头啊，没有质疑。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焦段。我跟你讲，20真的在旅游其实很够，16就是你要再更极端一点才会去使用到。但尤其像这样的场景啊，你看起来很大这个景啊，其实20拍下来真的刚刚好。如果能够再高点，如果我能够长到650公分的话，拍起来视角应该会比较好。可惜我身高不太够。你一路往前继续走，走到底的地方呢，它有一个楼梯往下，我觉得 view 也蛮好的，而且呢，有时候呢会有些 puffing， 这个瀑布的周边的岩壁上面栖息，但那个楼梯呢，你往前一跳就人就没了，所以要记得要下去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这边是刚刚那个瀑布旁边，它有一个感觉有点半废弃的阶梯下来，真的是很陡。这个角度啊，你用望远端去拍那个瀑布，可以拍到跟刚刚完全不同的角度。而且下去还有一个蛮大的点，就是你说，有 puffing， 对，就是很合理，它都会栖息在这种峭壁的地方，所以刚刚那个位置很刁钻啦，就是有一点点危险，超陡的好吗？那不是有在那个尖尖那个地方才看得到。哇哦！
那中间有经过海底隧道，那海底隧道在网络上应该可以看到非常多介绍，那里面有一些灯光的效果，其实本来很期待现场我觉得还好，然后但我觉得就还是可以走一下那毕竟来都来了，往那个远方牧岛那边走呢，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会有高地牛啊，其实蛮多角度的，那很多拍摄的内容呢，我们就放在未来的课程里面。他的刘海好长哦，帮他梳一下。我们在 V 念一次，念一次 Via 海，应该要有那个吧，喉咙音吧。海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日出的地方啊。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白天呢都是下雨啊，不然的话，早上的光线有机会打在那个很像那所以就是个推荐大家来拍，很像那个手掌上面。手掌上，你说那边吗？是看过去那个那个地方，像手掌一样，好凹哦，不觉得它很不像山吗？它就是一片在那里，对，那粘土捏的哪个小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捏成这样子的。这样看你们可能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现场看它的形状蛮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对，就是很像有一个人就是拖着那种，对，就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在罗浮敦有看到一个很像这样的手的山，这里是一个大手掌，那边是一个小手掌。对，然后这边的话，大概这个观景台就是看那个 Via 海，然后那个地方。在机场的附近呢，其实可以搭船去一个叫做 Mykonos 的岛。那个岛呢，算是一个 Puffin 的栖息的保留地。在每年的5月之后呢，是到夏天这段时间呢，岛上都有非常大量的 Puffin。那虽然说我以前去过冰岛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去冰岛拍过 Puffin， 因为要看季节。我就有很远的看过，我有拍过非常小，整趟旅程呢，其实有一点点是为了要去拍 Puffin 才去的。哇！我就捕鱼了，看起来好防风哦。因为它已经穿得很重了，这个不知道塞不塞得进去，看起来好像海星哦。我们不可以钓鱼，那像一礁吧？那个蛮像的。那走，我们今天要登岛，都来法罗了 ，Puffin 要拍吧？它有分坐游轮跟坐这种就是当地的快艇。整个法罗群岛的船呢，它有很多公共交通船，那在官网上可以找得到。但是那个公共交通船因为它一个便宜，一个船比较大，那它都很快就被订完。有时候你想去，你可能会考虑天气，所以你前2天才想要订的话呢，其实有点困难。这个时候呢，在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当地的一些业者经营的快艇之类的。那个就因为价格高很多，10倍之多，所以它不会那么快被订完。但它的好处就是看了明天的气象，你今天要订明天的船都还订得到。但那个 Mykonos 这个岛是要付那个税的，还有一个 hiking fee，就是你上去一定要付这个税。然后这个税呢，就是你网络上先订的话呢是400克啦，400克，现场付的话呢是500克啦。好，是我们一群人付一次吗？还是一个人？一个人，所以一个人要加100块。一个人你上去那个岛，不要算，就是一笔钱。Mykonos 那个岛你看起来很近，但它其实坐过去呢，也是要1个多小时。海面上是蛮颠簸的。那如果你很喜欢坐船，你很喜欢玩碰碰船那些的话，我看玉涵是坐的蛮开心的，我跟郑怡是坐的蛮痛苦的。尤其我是一个脊椎有受伤的人，所以我坐过去的过程中呢，其实蛮煎熬的。经过了一点点小小的风浪，大概就是郑怡的 F-3跟我的 A12，我泡了一点海水，对，大概是这种程度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呢，我整顿一下我的装备，然后我们等下要去找 Puffin 啊，我们就一路，它只有一条步道，因为它灯塔的路坏了之后，整个岛剩下一条步道，然后我们就带着沿着这条步道走走看，好，看能拍到什么，拍到什么是什么。OK， 好，对手70买，70买，加成巨进，加1.4倍，先试试看，好，试了再说，出发，不知道效果如何，先拍只海鸥压压惊。
哇要小心哦，不要拍着拍着掉下去哦。哇，超近的，而且这个山坡的尽头就是悬崖哎。不要拍一拍掉下去哦，拜托。岛上如果你要到就是他们有富裕区的那个地方，你是需要有当地的导游带的。那如果今天你没有 booking 当地的导游，走的行程是没有导游的行程的话，你是不可以到后面的富裕区去的，你只能在前面的地方。但是相信我，就是前面的地方呢，其实如果你只是要拍 puffin 的话呢，是非常够的。其实除了 puffin 之外啊，它那个整个山的那个斜坡，形状、拍远方的线条都很好看很，漂亮。超大家自己看照片，然后看玉涵有没有什么心得。对吧？在这边我们坐的是东方快艇车， 15所以我们有经过那个峡湾嘛，有一个哎，那个超帅的。那个瞬间很像你来到那个叫什么泰山的真实拍摄场。有，对那个真的是要我们搭这种比较小的快艇才有的。好漂亮那时候阳光正好，哦，真的超美好想拍，但是那个真的没办法拍。那个真的，那个一拍啊，相机就飞了。哦，那里好像是天堂。坦白讲啊，整个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的旅程啊，其实包含做课程啊，都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就是我在说服我自己这一趟非去不可。但是我内心真正啊，这一趟的最大的目的啊，其实就是去拍 puffin 而已，就这么的简单。有时候就为了这么一个渺小的冲动吗？我不知道，但这是一趟值得的冒险。有时候就是要很任性的给自己一趟小小的冒险，它不是那么困难。有时候看 Lynx 的影片，它的行程可能是真的冒险，但我觉得到 Mykonos 这个岛上，去拍 puffin， 它更多可能任性。我觉得这也是驱动我去做摄影师这件事情啊，拍照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去满足心中一些小小欲望跟任性，就可以 push 你再跑得更远一点。我是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看了这个影片会想要去法华群岛，但我觉得蛮值得的。它的地形地貌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很少有，然后岛上其实开发也很好，所以也不会说真的那么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困难到你会没有办法过去的地方，它一样可以租到车，你要的话一样可以住高级的饭店，然后可以吃到高级的食物，如果你预算够的话，然后带一个镜头拍个鸟。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角落，我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OK， 就这样分享给你。那我是道子，更多在罗布顿群岛跟法罗群岛上面拍摄一些东西都会在我们未来的线上课程。好，就这样，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